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行香子频道。古人曾有两句名言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今天打算要带大家去南投县参访4座知名的寺庙，那是我们心中最符合有仙又有龙的地方，就跟着我们脚步一起去参拜吧。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民间乡松柏岭的寿天宫，主要祭祀的是北极玄天上帝，也是台湾知名的玄天上帝信仰的进香中心。走进拱门后，在左边会有个点香的区域，参拜的时候需要点燃5根香。虽然是很轻松的参拜，大家也是要稍微看一下参拜的顺序。寿天宫是台湾北极玄天上帝的信仰中心，自明末清初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，分灵宫庙数以万计，以遍布海内外。每年进香的活动集中在农历元月到3月初3北极玄天上帝的圣诞期间，无论是信徒或是丰富的文武阵头表演，都可以说是车水马龙。相传戴阿公在修道的时候，他的师父为他剖腹换上仙体，得道之后在人间收服妖魔，并制服在水中作乱的龟蛇恶怪，这就是玄天上帝收服龟蛇故事的原型。据说每年的端午节左右，戴阿公蛇都会出现在庙里，幸运的话还能见到巨大的黄鹅停在案桌，真的非常的神奇。其实万物皆有灵，身为人类的我们都这么喜欢亲近神明了，更何况是芸芸的众生。对于无法前来庙里且状况不佳的信徒，寿天宫也有提供到府办理圣驾降机的事务。倘若只有轻微的身心灵疾病且求医无效的时候，在庙内也设有戴阿公的灵符取用处，设有八卦灵符与清净水符，在解说板上可以看到详细的使用说明，这也是庙方非常贴心的地方。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戴阿公慈悲救世的精神。在这里我们祈求戴阿公帮我们加持，有时候让身体过一下香火，也可以稍微净化一下身上不好的运势。在庙的前面有一个突出的小平台，就可以看到2尊金色的神像，分别是乌鸦将军与黑虎将军。这个拍照的地点也刚好位在南投与彰化的交界处，站远一点也可以看到蛇与龟的楼梯彩绘艺术。但这里听说是绝佳的风水宝地，我内心突然有点好奇，是否也能在空中看到不同的景色呢？我查了一下资料，风水师都说这里是绝佳的龙虾见江穴。从空拍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有点像蛇的头。没想到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，又像龙的头，或者是虾子的头。从看台正面远眺，就是一望无际的浊水溪，看着就让人心旷神怡。第二站我们要前往的是中寮乡，那里有着亚洲最大的金龙藏身其中。位于中寮的金龙山法华寺，在入口就可以看到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入口是佛教的护法神哼哈二将在镇守。进入拱门后，就可以看到左右2条金碧辉煌的龙，巨大的龙爪用力抓住楼梯的动作，就好像真的要飞上天际，整个栩栩如生，气势强劲。据说这条金龙阶梯历时3年，耗资1600万打造而成，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金龙神像，也是南投最热门的景点之一。
在上面入口的告示牌上有标示，金凤与双龙都已经开光点眼了，所以大家如果来参拜，千万不能随意触摸与踩踏，这是对神兽的尊重，也是对艺术品应该保有的态度。南投金龙山法华寺建于民国68年，至今也已经有40年的历史。殿中主事的为释迦牟尼佛，左边供奉的为观世音菩萨，右边则是供奉南无普贤菩萨。而造成 IG 打卡热潮的2条金龙，是在2016年兴建，据说也是受到佛祖的指示而开始兴建。虽然我们捐的不多，但也是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也祈求佛祖让我们家人朋友都健康平安。离开这个佛寺前，再用镜头感受一下龙神的魅力，欣赏一下这2条巨龙究竟有多么的壮观吧。接下来在附近也推荐一间寺庙让大家去参拜，白鹤岭天恩宫。白鹤岭天恩宫就和金龙山法华寺在同一个山头，是做主事关圣帝君的道教宫庙。虽然它的知名度没有金龙山法华寺这么高，但这里的视野又比法华寺更加的开阔，而且环境清幽，庙前也有大广场好停车，也非常推荐大家顺便来参拜。据说这间寺庙刚开始未建成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只白狗不吃不喝整整7天7夜，走出天恩宫的建庙路径。之后白狗去世后，经玉皇大帝的指示，特别册封它为灵犬真君。白狗目前也已经是天界的神明了，目前供奉在龙边入口的地方，而在湖边供奉的是赤兔马。有时候做影片查资料，才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分享。参拜完后，走到寺庙后面有一座龙神殿，只要围绕着龙神走一圈，就是名副其实的龙转运了。50水吗？在庙后面还有一处白鹤仙水亭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典故，但是能在端午节喝到龙神加持的泉水，感觉也是蛮特别的。这里的泉水是真的从龙的头跑出来，而泉水入口的时候感觉也非常甘甜，来的时候大家不妨也可以看看。天恩宫这里的视野可以说是一马平川，风水学上说山管人丁，水管财，通常在山水交汇的地方能聚气成形，如果能够左右环山，引水入莲，此处便是能庇荫后代子孙的龙穴福地，真的是一点也没错。在庙的旁边还有一处观音大士殿，如果前来此处的话，也别忘了跟菩萨参拜一下再走。最后一站就是来到远近驰名的中寮石龙宫，跑了半天的寺庙，不知不觉也饿了。当然，我们不是特地开车前来这边吃泡面，而是这间石龙宫是有名的求财圣地。今天我们一行人特别前来参拜土地公，也祈求土地公赐给我们一点财运。
这座土地祠最初是由4块大石头砌成，因为背后山的形状故事老，再加上土地公被视为石头的化身，因此被命名为石龙宫。特别的是奇特的泡面供奉传统，相传这个习俗起源于早年六合彩盛行的时候，当时信徒半夜来求名牌，由于庙址偏僻，附近又没有食物，才开始用泡面作为贡品。后来演变成为24小时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信徒在这里吃泡面，达成愿望后，大家也会购买泡面来还愿。